你知道吗？2026年刚开年，顶级科学期刊 Nature 就发布了一份震撼全球的报告。报告指出，人类之所以在2026年面临前所未有的顽固性肥胖和假性疲劳，是因为我们的细胞垃圾桶翻了。没错，科学家发现，由于现代生活的高频压力和加工食物的围剿，超过90%成年人的细胞自噬功能已经近乎停滞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你每天补进去的维他命，练出来的肌肉，其实都是在破旧的垃圾堆上盖新房。如果你的细胞垃圾清理不掉，你吃再多补剂，做再多运动，也只是在徒劳的装饰表面。今天，我想带你入侵身体的最底层，去认识2个决定你生命质量、代谢速度的关键角色：线粒体和细胞自噬。如果你不想在2026年继续做那个越减越肥、越睡越累的细胞僵尸，接下来这套细胞翻新指南，建议你反复观看。首先，咱们聊聊自噬 autophagy 这个词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自我吞噬，听起来有点吓人。其实它是你身体里最高级的智能环卫系统。你可以把细胞想象成一座24小时不停工的工厂，只要工厂运作，就会产生废料、损坏的零件和代谢垃圾。如果自噬功能正常，你的身体会自动识别出这些破损的蛋白质和报废的细胞器，把它们拆解、回收，然后转化成新的能量。但问题就在2026年的生活方式上，我们摄入了过多的高糖、高频率进食，让身体始终处于一种我有的是钱，不需要回收废品的傲慢状态。结果就是那些代谢垃圾在细胞里堆积如山，阻塞了信号通道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明明少吃了却不瘦，因为你的脂肪细胞里全是陈年垃圾，燃脂信号根本传不进去。如果自噬是环卫工，那线粒体 mitochondria 就是工厂里的发电机，你身体里90%以上的能量都是线粒体制造的。为什么小孩跑1天都不累？因为他们的线粒体像刚出厂的核电机组。为什么你在2026年工作1小时就想躺平？因为你的线粒体老旧、冒黑烟，效率极低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线粒体损坏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，这些自由基会反过来攻击你的 DNA。2026年的生物黑客界已经公认，肥胖不是热量问题，而是能量利用效率问题。当你的线粒体瘫痪了，你吃进去的每一口饭，身体都没法高效转化成能量，只能被迫打包成脂肪存起来。所以，想要易瘦体质，我们要做的不是节食，而是清洗发电机。提到开启自噬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断食，但在2026年，苦行僧式的饿肚子已经过时了。现在流行的是模拟断食。我建议你通过以下3个具体的饮食动作，骗过你的细胞开关。首先是增加亚精胺的摄入。亚精胺是科学界公认的自噬启动剂，在你的食谱里要大量增加熟成的奶酪、发酵的纳豆，还有小麦胚芽。我建议你每天早餐在燕麦里撒一勺小麦胚芽，这就像是给体内的环卫工发了双倍工资，催促他们赶紧开工清理陈年垃圾。其次是打造一份2026超模自噬茶，你需要用到高品质的抹茶粉、肉桂粉和1勺苹果醋。抹茶里的儿茶素和肉桂里的肉桂醛能产生协同效应，精准针对那些占着位子不干活的僵尸细胞。每天下午3点喝一杯，你会感觉到一种由于能量代谢重启带来的清醒感，而不是咖啡碱带来的那种亢奋。最后是实施晚间提前闭餐，不需要你一天只吃1顿，你只需要把晚餐时间提前到18点，并且在晚餐中加入大量的十字花科蔬菜，比如西兰花或者羽衣甘蓝。这些蔬菜里的罗卜硫素能增强肝脏的排毒通路，配合深夜的自噬高峰，帮你在睡觉时完成全身的系统清洗。想让线粒体焕然一新，你得给它点颜色看看，这在生物黑客领域叫绩效反应 Homeostasis。 我为你制定了一套可以在家操作的温控练习。关于冷冲击，不要一上来就冰桶挑战，我建议你采用30秒末尾冷水法，在每天洗热水澡的最后，把水温调到你能忍受的最冷，对准你的脖子后面和上背部冲洗30秒。这里分布着大量的棕色脂肪，冷水的刺激会像电击一样唤醒那里的线粒体，强迫它们通过燃烧白色脂肪来产热。如果你能坚持1周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抗寒能力和燃脂速度都有质的飞跃。关于热应激，如果你家里没有桑拿房，那就泡一个全身发汗的热水澡。关键点在于要在水中加入2杯泻盐 Epsom salt， 也就是硫酸镁。镁离子通过皮肤吸收，能舒缓神经，而高温会诱导热休克蛋白的产生。热休克蛋白就像是细胞里的质检员，它们会游走在细胞各处，把那些折叠错误的、废弃的蛋白质重新折叠或者标记销毁。
我们的独家建议是每周进行2次这种一冷一热的交替操练。这不仅是在锻炼血管，更是在清洗细胞内的能量工厂，逼着那些老旧冒烟的线粒体自行退场，留下精锐部队。很多人忽视了2026年最大的代谢杀手——人造光。你的线粒体其实是带光敏传感器的。第一个实操动作是早晨1小时黄金采光。每天起床后的1个小时内，尽量不要看手机，而是去阳台或者窗边待10分钟，最好能让阳光直射入眼，不需要盯着太阳看，环境光就足够了。这会通过视网膜向大脑的视交叉上核发送开机信号，瞬间通过线粒体启动全天的代谢引擎。第二个实操动作是晚间蓝光隔离。2026年的生活离不开屏幕，但我建议你在晚上8点以后，把家里所有的冷白色灯光关掉，换成低亮度的暖黄光或者红光。线粒体在红光环境下修复效率最高，而在蓝光下会持续产生压力。你可以花几十块钱买一个红光小夜灯，睡前1小时只开它，你会发现入睡速度变快了，深度睡眠的时间也会翻倍，因为自适系统终于等到了它需要的黑暗环境。第3个细节是控温睡眠。线粒体在凉爽的环境下工作最顺畅，把卧室温度控制在18到20摄氏度。如果觉得冷，可以盖厚被子，但一定要保持呼吸的空气是凉爽的。这种温差会进一步诱导身体进入深层次的修复模式，让自适功能在深夜达到巅峰。其实，在这些科学数据背后，我还藏了一些想对你说的叮咛。2026年的健康行业卷得厉害，各种补剂、科技手段层出不穷。很多人来问我要吃什么才能年轻，我要练什么才能瘦，但很少有人问我要清理掉什么才能变好。我们这一代人其实不是缺营养，而是缺清理。我们的身体承载了太多的深加工食品，太多的负面信息，太多的陈旧情绪。这些东西如果不代谢掉，它们就会变成细胞里的淤泥。减肥和抗衰本质上是一个扔东西的过程，扔掉那些不再滋养你的食物，扔掉那些让你焦虑的执念，给你的细胞留出呼吸的空间。当你学会了放手，你的身体自然会给你一个轻盈的反馈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最后帮大家汇总这套2026细胞自愈清单，建议截图保存。开启模拟断食，早餐加小麦胚芽，下午喝杯自适茶，晚餐提前到18点。物理绩效操练，洗澡末尾30秒冷水，每周2次泻盐热水澡。光线与温度黑客，晨起10分钟阳光，晚间切换红光模式，19度凉爽睡眠。优质睡眠，那是你身体唯一的全局垃圾清理时间，别剥夺它。健康不是一场为了赢过谁的比赛，健康是你对自己这套唯一硬件的最高尊重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关于细胞翻新的内容让你看清了代谢的底层逻辑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并分享给你那个怎么减都不瘦的朋友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2026年，我希望各位都能拥有最清爽的细胞和最硬核的生命力。祝各位今天细胞活跃，代谢爆表，我们下期见。